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。我是姓名協會理事長黃清龍。今年是228事件79週年，撫今追昔，現今台灣人自然已無昔日的悲情，但為什麼那種身不由己的感覺，還時不時才繞在許多人心頭呢？其實，若以掌握命運的程度作為標準，現在應是台灣人最能挺直腰桿的時刻，我們可以說是處在400年來最好的時候。經濟上，台灣已經從一個為母國服務的農業社會，轉變成全球技術的輸出者，從邊陲島嶼到成為世界半導體供應鏈核心，人均 GDP 即將跨越4萬美元大關。政治上，台灣人從長期處於被統治的狀態，經歷了寧靜革命，成為國際公認的完全民主國家。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也從模糊到清晰化，主體意識逐步提升。在人權面向，台灣是從威權保守到進步開放的典範。台灣的公民人權名列世界前茅，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與宗教自由在台灣已是如空氣般的自然，社會對個人自由與多元價值的包容達到了歷史頂峰，這是過去完全無法想象的。台灣現在享有的一切，如果以棒球作為比喻，就好像已經從1壘上到了3壘，但畢竟還沒有得分，因為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，沒有國際的承認與保護。有一天，如果外敵入侵得逞，現在享有的一切可能一夕喪失。為什麼說一夕喪失是真實威脅？儘管台灣在國際競爭的賽局中表現亮眼，處於歷史上最接近得分的位置，但尚未得分，因為中共的武力威脅，就像是一場可能席捲球場的暴風雨，甚或是一次激進的本壘刺殺戰，隨時會把台灣的民主給沒收。台灣的民主得之不易，卻並非完全不可逆。歷史上，民主體制在戰爭或外敵入侵下迅速坍塌的例子在所多有。台灣如果不能鞏固主權地位，現有的言論自由與選舉權隨時可能被中共模式所取代。香港就是血淋淋的教訓。所以此刻台灣最重要的就是防止400年來最美好現狀的得而復失。在棒球場上，要防止被觸殺在本壘，靠的是防守韌性與隊友助攻。換成國家防禦策略，就是要具備不對稱戰力，提高敵人入侵成本，讓中共意識到強行進攻會導致其政權動搖與經濟崩潰。同時也要建構系隊與價值同盟，讓全球意識到失去台灣，世界經濟將倒退10年。不過，台灣較令人憂心的是社會韌性不足，國家認同與防衛意願仍有分歧。因此，提升全民防衛意識，鞏固內部對民主生活方式的守護意志，以及防禦認知作戰，都是當務之務。至於台灣是否有回本壘得分的可能，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，這是一顆最難投出的制勝球。台灣目前是以事實上的主權在運作，雖然少了那張正式證書，但已享有國家實質的所有功能。正常國家化是許多台灣人的期待，但從風險管理的角度，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留在比賽中，而不是冒險搶攻。只要不被出局，台灣的民主實體越強大，在國際上的不可或缺性越高，得分的契機，如國際情勢巨變、威權政體內部演變，就越可能出現。總之，儘管台灣現在的最佳時刻確實帶有一種隨時可能被歸零的危機感，但與400年前不同的是，台灣人現在手中有球棒、經濟與科技實力，有防禦手套、軍事與民主體制，且全世界都在看這場比賽。歷史給台灣人的教訓是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，自由從來不是白給的，需要一代代人去捍衛。